你觉得概率是吧？会概率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存在的，就是概率而已。我觉得他俩 get 我如果把它，但如果你女儿受到伤害，你要就是你不作为和你女儿受到伤害和你有所作为再受到伤害是不一样的。你无论作为和不作为，他都有可能受到伤害。对，所以你是降低了不懂怎么办？风险。我认为他命里如此。对他命里该着的。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我没有什么都不做。我小的时候，咱们 on the same page 好吗？我小的时候教过他了，怎么样预防所有的危险？比如说我爸会告诉我，比如说你跟别人一起喝酒，离开这杯酒，但是我懂，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比如说天天懂，我爸妈从小跟我说，就是你跟男孩子啊，如果交往的话，也就顶多拉拉手。我觉得你爸妈是另一个极端了。不，你听我说，但是就算我和他那什么的话，我就算受到伤害，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就是因为我爸妈告诉我不要让我这么做。不是问题是不是他们说的是强迫性的，现在不是已经我知道但是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真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你还是会觉得很自责，因为那是你自己的孩子。有这么样一件事儿，就是这种事情我也跟我爸妈聊过了。对，没错，前2天刚刚聊过。我爸一直不知道我交过男朋友，因为我没有告诉他。对，我也有我弟。对，就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交过男朋友。我跟我爸妈也不会说我交，但是我妈知道我所有的故事，就是从道德的到不道德的全部知道。然后我爸不是全部，是全部了。你梁涵都说了，梁涵叔叔都说了。梁涵是哪位？叔叔这件事儿，我妈也没有生气。你妈承受能力太强了。对。我喝多了，对。你这20几个，我妈知道一个肯定就炸。那天我喝多了，就聊起了这件事。anyway 也不重要，梁涵他也知道，他说长得帅无所谓。对，就我妈是秉承着保护好自己，这个保护是指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要做就是你不想做的事情。Agree。OK， 我往回翻回来了，就是你妈这种教育方式是符合白人的。对，然后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他不说，我俩是中国的。对。但是你去看概率，不说概率，你去看事情，你看很多白人小孩从小就会出事儿。对啊。小女孩在初中就被强奸的，小男孩从高中就被打死的，小女孩在高中各种各样怀孕的，对不对？世界怎么这么黑暗？我妈的是没错，你知道吗？我是这样被教育的。Hear me out， 是不是这样的 ？Right？中国小孩有哪个小孩长大的？大概在他15岁到20多岁之间会。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是有。很低。我觉得那可能是校园暴力。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到现在没有出过任何事情，对吗？但是因为那种概率毕竟低。他低。我觉得他妈妈不是白人的方式。我妈妈还是有一些坚持，但是在我20多岁之后，就尤其是我这次回来之后。我坦白了许多事情，也说了很多事。刚开始肯定是不接受，就刚开始我跟小马在一起的时候，我妈也是不接受的，跟我吵，跟我闹，跟我哭。但是我后来告诉她一件事，就这件事是我做了我认为觉得对的选择。是，但是所以你妈不是完全的白人 ，right？ 对，但是白人小孩其实10个里有9.9个也不会出事。对，他只有那0.1，但是。就是跟你刚才说的，就妈妈从小从初中就告诉你不要干这个，不要干那个，不要，然后其他你爱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想去纹身你去纹身，你想去干那个你去干那个。但是最后概率高的还是白人小孩，因为他 right， 所以不可否认，中国家长这么教育的方式出来，小孩从那一段时间是出危险的几率极其低的，对不对吧？是这个样子。但是问题是，我认为这是社会性问题。这不是教育问题，这是社会的问题。白人家长和中国家长教育方式就是不同啊。不，我的意思是，如果社会都是这样，咱们渴望的就是白人家长那种教育方式。那如果我们以白人家长教育方式把他们扔到中国的 society， 对，不会出问题啊。OK， 对，我现在生活在中国，所以我妈妈的教育方法让我没有任何。中国毕竟要安全很多，比中国以外。那是因为中国安全跟教育没有关系，那只是就是这样的思想下来，我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所谓的伤害，对吗？但是毕竟那是1/1000的几率。即使就是咱们也是看过很多，就是书也好，故事也好，听到别人说的也好，在如此压迫性的教育下，还是会有人
出现问题。我觉得咱们现在讨论两种教育方式都很极端，都不是我觉得我将来会中不溜，家长不能完全不管。对，就是我觉得都很极端。我不是说完全不管，他还是在他20岁的时候，我还是会管一管。就比如说跟谁交往，我妈就会打听一下今天你跟谁出去了，大概几点回来。我刚刚就给他发了位置。就像你们俩说的，你们渴望的跟自己子女的交往方式是像朋友一样。对，就是朋友。但是我觉得我很想达到那种模式，但我觉得我达不到。因为如果你要做朋友，你势必要牺牲一些别的东西，就是你不可能什么都想要。就我既想在孩子这儿树立威严，又想做朋友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没有。可以让我老婆树立威严。对，所以我觉得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是父母肯定就是要双方达到一个平衡嘛。就像你这种完全做朋友的模式，我觉得我将来我的家庭可能做不到。我也没有说我的老公一定会做到，就是要做朋友。就像我爸，咱们上次去马尔蒂尼，我爸就问我妈。问我跟他说了吗？我妈说说了，那就是我爸说，那你凭什么让他去啊？我妈说你不让他去，他在公司楼底下，那你不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呀。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唱红脸唱白脸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父母不要太干涉子女的生活，就是我觉得你和你妈是互相干涉太多了，就像你们是朋友，但我觉得我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没必要知道你那么多私生活。你也不需要告诉我那么多，我觉得你就像我说的，你是真的去过你自己的生活，你不需要告诉我那么细，因为我毕竟是你妈，我不是你的闺蜜，我就是我们可以奔着往闺蜜、往朋友的方向去尝试了解对方，但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我觉得反而心烦，你们觉得？我说的这些，我妈这个心大，可能就是我的孩子跟我说，我可能会心烦，因为我会想到这些事儿可能带来的伤害，但是我妈不会。这就是父母和朋友的区别呀。但是我告诉他这么多了之后，他反而会安心。不是，就是还是每个人不一样。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家长不一样，原因。其实你妈那儿挺少见的。对，我妈这种情况是很少见，就是我告诉他的所有之后，他才会安心，他不用去猜。这挺好。I mean the point is, are you happy? 我很高兴。She is happy. 我妈也很高兴。不是，就是 happy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happy 啊？对吧？这问题没有意义，我只是在说，可能你的家长会教育观，就是你的家长可能会就是想很多困惑什么的，因为我很了解我妈，我妈是一个心很大的人，她比我心还大。我想到就是，如果你要写非暴力沟通的话，其实没有任何一种办法适用于所有的家庭，所以与其你在听我们聊不同的家庭里面不同的解决方法的话，你不如找我们家庭中的共同点，因为我们这几个太不一样了。就像我们现在只有5个人，但已经说了，我们已经生出了。但我觉得这种匹配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 common ground 在的，就是不管我们的教育方式偏西偏中还是偏严格偏放开的，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嘛，就是以孩子开心为主，不要受伤害。对，然后不要受伤害为底线，以开心为主，不要受伤害为底线的话，我觉得那既然以这个为 common ground 的话，我们所有家庭就是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相处方式，但是我们选择适合的。对，我们选择适合的。就是你可以选，就可能我这种沟通方式不太行，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用我的方式。就是2个人都没有办法用对方的方式。就像我们只有这5个人，但是每个家长已经差距这么大了。对。但是我们要从这些差距中找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我刚才总结这样点了。就是不受伤害，要开心。如果其实家长也不是说就是以不受伤害为底线，以开心为最高目标的话，我们在中间找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 UBC 跟我们其他大学。第二大学就是。From UBC, shout out to UBC, my boy. 不是，就稍微总，其实刚才你们都说过了呀，就不是第2的就说不出这种话来。对，就是你看我们刚才在争什么？我们就是争到底是孩子开心重要和不受伤害这个中间的到底这个空间能有多大？可能我们这边给的空间稍微小一点，他们那边空间给的稍微大一点。但是我觉得中间还是有一定的找到一个平衡，对，找到一个 balance， 然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balance， 我觉得就像你对他妈是那种你什么都告诉他才会安心，我妈就是你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因为他妈会想很多，但是我妈是那种心很大，就是你说了她其实也记不太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里，你跟她说了，可能她记不住，但是她知道了这么个事儿，你下次再跟她叨叨的时候，她能想起来。就是不管什么家长，我觉得他的底线和原则都是一样的。我妈在知道我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注意安全，
不要尽量不让自己受伤害。如果受伤害，我会来帮你。只是他们 approach 的点，就 approach 的方法和点不一样而已。就包括你刚才最一开始提到那个问题，就是你姐姐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持传统观念的家长也好，还是持偏现代化开放观念的家长也好，他们可能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好的东西应该给你。对，就是他们好的原则和咱们认为好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他们会就是有的家长他可能固执一点，他就会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你，但是有的家长可能就是以孩子觉得好是好，但是他的底线和原则还是不变的，他就是以孩子好为好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从这个共同点为你非暴力沟通的开端，然后以这个点切入进去，然后再聊，我觉得会好一点。而且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有一个时间线在这儿的，就是我说的就是我跟家长不再逼迫我说是必须要结婚，必须要生孩子，我是从10几岁就开始说，一直说到现在，他们才慢慢接受。就是他觉得不是你一时的想法，而是你长久以来的想法。我说可能到了30岁我还会变，而不是把这句话直接说死了。就可能到了30我就不这么想了，或许我想要结婚，想要生孩子，但是这件事情我不想现在考虑，我想慢慢的去想。我也不是说一定不好，我只是现在不想，就是有一个时间去给他们接受，或者即使不接受，也是慢慢互相软化的一个过程。而且你姐姐说不结婚，只是因为她没有遇到这个人，而且但是她29遇到了。对，像我的话，我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会先做很多铺垫，我会先问一些假设性的问题，看他的接受点在哪儿。就是你如果想沟通解决个问题的话，你一定要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儿，你一定要知道对方不可退让的原则在哪儿，然后你才能在这个原则之上，然后找你们的共同吧。我觉得这样会好一点。好。She's on fire。我之前就是我跟我妈那天吵完之后，然后我妈有一天晚上散步的时候跟我说，就是她那天正好是家里来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我妈就跟我讲，她女儿之前就是读大学的时候帮她托关系考到军校，然后后来她跟一个小混混谈恋爱，结果自己辍学了。然后他爸妈也都很生气，但是也管不了他。然后我妈当时就我妈就是我觉得我妈一直的观点就是她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她觉得父母的想法就她肯定是对我们好的，而且她觉得就是他们的想法一定是在你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线之后，一定是对你最有利的。就比如说。就是他跟我说，他觉得结婚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姐，如果说我不结婚，就是我姐不结婚，就是到了，就是你老了之后的话，就是他觉得你一个人会很孤独，没有照顾，你也没有孩子。他不可退让的点绝对不是结不结婚，而是你像你最后说的那一点，你老了之后谁照顾？这个才是他不结婚背后的那个点。他并不是担心你结不结婚，而是担心他们。就是100年之后你会不会孤单，或者说是没有人照顾？他担心的还是你自己有没有。所以你要沟通的话，不能直接从结不结婚谈，你不能一上来就说我肯定结不了婚。就是你如果从这块谈，他会有抵触情绪，所以你一定要让他明白，我也站在你的角度思考过问题。就像我已经把101找好了，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养老院啊。真假的？真的就是之前我看那个什么师傅，就牛奔找的那个养老院，你找好了？对，我已经看好了，在上海。你要是我闺女，我知道我活不过60就被你气。付预付款了吗？还没付，但是便宜吗？啊？早付会早便宜？不会，就是因为也不确定他能不能开到我那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养老院一定会成为之后的一个固定的商业模式。我也觉得是。骨灰盒都给你找好了。我这世界能收的全是狗剩，也就收10万块钱，就是俩人打。这段能播吗？没事，听不见。就是以后的话，你要找好自己的退路，就是退路就是你让他们安心的方式，主要是他们死了，他们也看不着。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跟微博友总说，我觉得就是父母很多时候会把那种就是责任感看得非常的重，就是那种家庭责任，或者说你对某个人的责任，或者说你对整个你父母或者是整个
社会责任。我爸妈真的就是好生气，社会主义价值观嘛，就真的就是正经党员。我觉得我爸妈就是他们就觉得如果我不怎么着，就是我不负责，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跟我做了一样的行为。我会说好，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也是已经是这样了。我觉得我可能短期之内改不了。你现在让我去负责，反而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哥哥，就是你让我辛苦啦！你别给人家睡觉呢，你给人抱给着。优哥搬个凳子吧，往这优边哥自行搬个凳子吧。哥哥可以坐到我的后面哎。后面。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爸妈就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不负责的话，我就会很有那种往这边点心理压力。就比如说我跟他就是比如说就是你有很多的家庭责任要承担，就如果你就是要放弃这个责任的话，我觉得就会有很多的，你懂吧？你为什么笑？你为什么又笑？我们这个debate很严肃的。对不起。你总笑我。这猫怎么还长个痣啊？人家就是三花去了。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去？你debate完了我们就去了。我觉得差不多1个小时吧。我也觉得是。不是，辛苦你了，辛苦了，辛苦了。内容详实。你必须要说2句。Say something。你要说什么呀？你可以说一下，解决我应该怎么跟我爸妈沟通，从而解决他们不怎么多管我这个。你知道，就是他去年就是我们家去他吃饭的时候，他特意还跟我爸妈说，我觉得你们，你忘了？我说什么了？就是他那次我去刘雨萌过生日那次，然后我跟我爸妈吵架。然后他那天正好和我爸妈都在我姥姥家，然后我就让他跟我爸妈沟通，结果他被我爸妈说服。你把那个再说一遍。你被说服了。你把那个再说一遍。作为一个女生啊，她一个人半夜出门是很危险的。我没有半夜，我半夜之前都回家。去那边，家长派来这边来，真赢错了，快点过去。你们这不行，他们太叛逆了。他们两个就是什么随便。你们仨是那边。太随便了。他中立。然后那2个极端就是我只要跟你说晚上有危险，然后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就完了。不是，那你也不能不让人家出去嘛，你可以去接他，或者你可以让人保。对，这是我的问题。对呀，我爸妈就是我爸妈跟我哥都不让我出去，而且就是他们必须让我11点前回家，而且还是那种就不能喝酒那种。有一丢丢。我要是你，我也不告诉他们。那不告诉我出不去门啊！我一开始就不告诉。那最后还是不告诉。不是，而且最关键是我爸妈现在不让我住朋友家，其实我这个他还得提心吊胆的。如果你跟他们反着来，他们会怎么样？就是你就已经出去了，腿长你身上。我觉得其实就算我出去的话，我也不会玩的开心的，就是因为一直都有。还不如就让你出去，要不然他不高兴。他不高兴，他不开心，他在家也不开心，他出去总可以出去的，对吧？出去。对我妈自己晚上打车，她都害怕那种，但是我真的。那就有点过度。有什么可害怕的？就是他们就是我说的极端嘛，有点过度。往这边烧一烧，优哥进不了去。对，所以我真的非常希望通过我周六周日的 workshop 可以跟我爸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即使告诉他们非暴力沟通，然后从而讨论这个问题的话，也许他们也并不能接受。甜的，你来吃个蛋糕。不用。等着小龙虾呢。啊，还吃小龙虾呀？我都行。你想直接杀？你想不，你想直接喝了是吗？太惨了你！咱们稍微得有点吐的东西吧。你把那个说完了吧？你跟他说，就是你我妈当时是怎么说的？主要家长是担心你一个人出去出危险，家里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11点多，你说万一坐在出租车上被人家拐了，被人家性骚扰，可是你如果把你的出租车行程分享给他呢？我觉得感觉就是那也性骚扰完了呀。不，你现在滴滴就是你可以直接行程分享的，然后能实时看它位置在哪儿的。那在车里被对性骚扰你也是来不及，就是担心是有，我觉得就是他妈有一点点极端，但是他的确担心的点是正确的。那让同行的男孩开车送他回去。对，比如说魏山跟优哥跟。对啊，我一般我妈担心我就说同行有人开车送我。如果是一个人跟一帮朋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小让他学学跆拳道什么的，是不是？哎，我就这么想手无缚鸡之力。对，就是我从小各种体能非常好，打架也没有问题，虽然打不过男的。但是有基本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我爸妈比较放心。我不会吃亏，顶多是赔医药费。对，应该教会你怎么保护自己。我小的时候，这样但是我会保护自己。强制性的关在家里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也觉得极端。对，我觉得我如果是你，我会经常跟他们吵架的，我会非常。但是我真的，你天天不能你算很听话的了，要是我早就闹掰了。就我是那种叛逆心贼重的。不是因为他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也不会产生像你这样的心情。也是。是被关监狱关久。对，关习惯了。我叛逆心贼重，你越不让我干什么，我就越干什么。但是因为你小时候你叛逆之后发现有用，所以你不是有没有用，不管有没有用，就是你当时已经想他们家那种，你叛逆了就可以打回原形，你叛逆了就用也不是打回原形，我主要觉得就是如果我跟我爸妈非要对着干，他会难过，就是我也会就觉得对不起我爸妈，会在道德上让你觉得无所适从。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拿住你这点，我不会，我觉得你不让我开心啊，我为什么要让你开心？因为我没有道德，休想用道德绑架我。只要我没有道德，我不会被你绑架。但我觉得就是换位思考的话，我肯定理解我爸妈。但他换到你的位置上，他不会换，对他不会。对，但我爸妈不会那样想。家长不会。对，所以我也你也不是家长。我成为家长，你看我1动动都马上要成为，等你。我们住院。这段讲了，这段讲了。美好的祝愿。我觉得当你成为家长的时候，这段讲了，这段讲了。操，3年抱俩，原来是这么来的呀！是哦。稍微快一点吧，哥。好的。5年抱4个，也不是不行。那稍微快点。天哪，那你得打多少年工才能养活4个孩子？直接办个富婆。懂的都懂。行，挺行的。哎，今天确实可以。今天你们俩是不是也得10点回家？对啊，我们俩应该10点回家吧？什么意思？昨天屁屁晚上特意给我大晚上发了一个微信，问我说明天几点回家？我说大概10点吧。他说那太好了，为不会费宇先跟我说他们2个应该跟妹妹一起回家，我还让他早点回家陪我玩游戏。鸡巴，不可能。我要说，如果时间走的话，就是现在就走，好吗？芊芊，现在无论如何应该在我们的阵营，懂吗？芊芊肯定是可以跟他们说。没有，我自己走就行，我带10点半。那我们回到了刚刚问题，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回家吗 ？No。所以你干脆不要。白聊了1个多小时。所以他不可以怎么回家。不仅我爸妈呢？我爸的确实。他们俩送你。对他们俩送你。没事，不是他送我就行。他不要。太早了，10点真的太早了。那我们现在吃饭。不是我打的小九是12点整。来，我微信。OK。